马上要着陆了。边挡转边往下掉，脑子里就一个想法，不会下午就这么掉下去了吧？低空大速度突防，在超低空突防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敌的防空火力点，我们迅速采用跃升倒转的方式进行打击。在做跃升倒转，速度消得过于小的话，容易失速以后直升机掉下来。拉起，但是我好像出现错觉。拉起，怎么还不拉？速度还不够，侧风影响比较大，再不拉起就没有射击机会了。气流比较大，这目标一直在跑，时间不够了，高度不够了，射击。我是不是跑靶了？我们要双击达到一个齐射的效果，协同的要求更高了。一些航展上，飞行员们驾驶战机做出的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让人眼花缭乱、紧张刺激。这些危险性极高的战术动作背后，离不开他们成百上千次的苦练精飞。而做完挑战性极大的战术动作，在战机状态还不是特别稳定的情况下，立即就开始实弹射击，飞行员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但是我好像出现错觉。这是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正在进行的一次适应性飞行训练。几天之后，他们将迎来一次高强度、多弹种、跨昼夜的实弹射击考核。然而，飞行员王方贤却突然出现了飞行错觉。到底发生了什么险情呢？拉起的时候，因为气流乱流比较大，然后转弯过来的时候，坡度变成俯角之后，感觉这时候就天际线不分了，就容易出现错觉。王方贤一直是旅里年轻飞行员中的佼佼者，他曾多次参加联合演习演训，连续2年被评为私有优秀军官，并获嘉奖。实弹考核中，王方贤要完成的是直升机跃升倒转射击。然而，在这次训练中，让王方贤没想到的是，曾经在内地操作顺利的跃升倒转，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却遇到了难题。因为拉起太快，然后加之这高原环境可能有点缺氧，注意力也比较集中，在拉升过程中、倒转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错觉。直升机跃升倒转又被称为莱维斯曼倒转，在国际上一直以惊险刺激著称。即直升机高速拉起，大仰角向上爬升到最高点，机头机尾互换位置，机体旋转180度向下俯冲，对敌目标实施突击打击。不仅考验直升机的性能，更考验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和心理素质。最怕的时候，在拐弯的时候，如果动作慢的话，这个速度因为你带着一个仰角，然后这个速度在急剧减小，速度没了，一头就这样朝着尾部就直接向下掉高度，这个机体然后有高度向下砸的一个过程。在空中，由于直升机速度和飞行姿态变化都非常大，飞行员必须一气呵成完成操作，稍有迟疑就有可能导致机毁人亡。那么，跃升倒转如此危险，王方贤他们为什么要利用这个动作去射击呢？在超低空突防的过程当中，然后突然发现敌的一个防空火力点对我有可能实施打击，我们迅速采用跃升倒转的方式，然后对敌的火力点进行打击。我们在被敌机追击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采取一个大的跃升，然后改变我们的位置，改变我们的高度，然后一个倒转以后，变为我们迎面攻击敌机，就是在被追击
立马就可以变成攻击敌机的情况。由于强度高、难度大，并伴有危险性，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毕业仅4年的王方贤又将如何完成这个高难度飞行动作呢？好，左手拿防毒面具。好，我们戴好以后，2组的开合跳，开始。这里地处昆仑山腹地，植被稀少，本来就高寒缺氧，戴着防毒面具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跃升倒转射击又有什么关系呢？做跃升倒转的时候，就跟我们现在这种缺氧的状态比较相像，所以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缺氧的环境训练，使大家对这个高原大机动、大载和缺氧的这种环境有一个深入的认识，然后也是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好，往返跑，开始。快点，加速！体能训练的强度还在增加，王方贤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状态。好，起。好，我们现在模拟战术动作：拉起、倒转、俯冲、射击、退出。好，停。累不累？现在呼吸感觉困难，这个背部感觉有点疼，感觉有点喘不过气来，有点黑似的感觉。虽然身体很难受，但王方贤还在一遍一遍反复加练，努力锻炼自己的适应能力。高原在平时训练的过程中就有点缺氧，然后人的反应本来比平原就迟钝。如果在这个训练过程中意识很清醒的话，在这直升机的飞行过程中就很容易就辨别出这个直升机的状态。事实上，这是王方贤第一次来到高原。从小在海边长大的他，适应高原的能力总比其他人慢一点。然而，为了更好地扎根高原，王方贤一直在强化自己的体能训练。现在很累，但我很喜欢这种抗压训练。这种重量压在我身上的时候，唯一让我想起的就是如何快速的冷静下来，平复心情。就像在高原上这种缺氧的条件下，冷静下来，处置和操纵直升机。这天一大早，实弹射击任务即将拉开帷幕，然而突然下起的雨让王方贤不禁又开始紧张起来。天气变化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特别是这个雨中，然后再加之这个气流的影响，然后这个风向风速不稳定，就怕山里面下雨，对我这个对外观察的视线上有点影响。此刻，王方贤更加担心的是山区靶场的天气情况。巧合的是，雨并没有持续多久，但王方贤还是特别担心之前出现的飞行错觉的问题。因为之前出现过错觉，然后心里还是有点小紧张。101可以低空大速度突防。我们准备下降高度进行低空突防。为了突破敌雷达等防空设备搜索，隐蔽接近目标，王方贤需要驾驶直升机超低空飞行。超低空飞行一般指的是距离地面100米以下的飞行。然而，让王方贤感到压力倍增的是高难度实弹射击考核。就感觉有点紧张，现在手动比较紧，手心都出汗了。高度下降之后，感觉这个冲击力特别大，视觉感很强，就心里感觉不托底。大速度、超低高度掠地飞行，每一刻都意味着危险系数的成倍增加。
此时，王方贤牢牢地握住驾驶杆，如果操作不精准，直升机极有可能和地面障碍物发生碰撞。左前方有个小土包，加强观察。前方有那个小山丘不平，所以说这个高度不能太低。除了地表凹凸不平，周围还有高大的山体，而最让王方贤紧张的是周围看不见的危险。现在气流还是有点大，我们颠簸的厉害。控制好直升机，防止颠簸过大，盲目操纵，直升机出现复杂情况。高原植被稀少、山体向阳和背阳的地方，由于温差大，导致复杂气流非常常见。这再次提高了王方贤超低空飞行的难度。如果出现下降气流，导致直升机掉高度，后果将不堪设想。随着远处靶标的出现，意味着王方贤跃升倒转俯冲射击已进入倒计时。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拉起，怎么还不拉？在跃升倒转俯冲射击的关键时刻，王方贤为什么出现了动作迟疑的情况？现在速度还不够，主要是这个侧风影响比较大，对于气流这个状态把控感觉有点难啊。拉起，再不拉就过地线了，再不拉起就没有射击机会了。拉起，速度到了，倒转，射击啊！你再不射击，推出的安全高度不够了。加油，我在寻找目标。王方贤要射击的目标是山脚下报废的车辆，用以模拟敌方地面装甲目标。从战机的位置向远处看，地面的靶标非常小，几乎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直升机很快就要飞过目标区域，留给王方贤的射击时间越来越短。找到目标，加上现在侧风比较大，气流比较大，这飞机状态不稳，这目标一直在跑。现在压不住目标，时间不够了，高度不够了。好，压住目标，射击，发射。哎，这样命中目标了。克服高空错觉带来的影响，在高原进行跃升倒转射击，年轻飞行员王方贤精准命中目标。那么，对驾驶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在高原进行难度更大的战术动作攻击，又要面临哪些新挑战呢？对，今天感觉飞得怎么样？哎呀，今天飞得不是很好啊，因为今天我们飞的是双机编队的骑射，我感觉飞得不是很满意。经纬1级飞行员曾2次出国参加联演联训任务，荣立3等功3次，被西部战区陆军表彰为新时代精武强能标兵。14年飞行经历，经纬的实弹射击经验非常丰富。为何这一次训练，他对自己的飞行状态不满意呢？这一次，经纬要和队友驾驶直升机组成双机编队，同时对指定目标进行跃升俯冲攻击。但由于另一架直升机飞行员王世群比较年轻，在刚刚的适应性训练中，和经纬的协同出现了问题。间隔距离受气象条件影响可能过大，另外就是在拉升速率上，我感觉它是拉慢了，我觉得应该拉得更快一些。双机跃升俯冲攻击要求2架直升机在超低空同时跃升、同时俯冲、同时射击、同时撤离目标区。在实战中，这样可以同时对敌进行火力压制，避免因为射击时间不一致，导致直升机暴露在敌防空火力面前，威胁飞行安全。然而，对双机的间隔距离和拉起的速度，
经纬和队友产生了分歧。今天你的拉升的那个速率啊，我觉得有点稍微偏慢了一点。不慢吧，我是根据咱们大纲规定，按照一定的速率拉的。你看，如果我们拉起的速度都过快的话，对他们新进射手后续发现目标、搜索目标是不利的。为了提高射击命中率，飞行员王世群认为保持日常训练的速度就可以了，但经纬却并不这么认为。有时候1、2秒钟啊，就是你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实战的过程中啊，你拉升的越慢，我们制空的时间越长，也就是被敌防空导弹锁定的时间越长。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尽可能的把动作做到极限，在装备允许的情况下。战场是硝烟弥漫的，给你的时间是很短的。军人在平时训练也好，工作也好，都要以更高的标准、更高的水平去训练。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接下来，面对跃升俯冲攻击的实弹射击考核，经纬他们必须先解决协同上的难题，他又该从哪里下手呢？我觉得以你的水平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你需要的是克服心理上的一些障碍。现在我们进行这个地面演练啊，把所有的程序动作再过一遍。装载好。跃升俯冲攻击，双机间隔拉近，拉升速度提高以后，科目的难度会随之加大。为了帮助年轻飞行员增强信心，经纬带着大家反复进行地面演练。成果究竟怎么样，还要靠这一天的实弹考核来检验。担心的就是今天天气风也比较大，我们要双机达到一个齐射的效果，所以在这一块协同的要求更高了。双机因为考虑到一个低空拉起，可能会受到一些气流的影响。机场周围的大风，加上远处的沙尘暴天气，让现场的紧张气氛骤然增加。山里面的风可能会更乱，因为我们在通道区域实施这个实弹射击，这个风考验更多。靶场位于山谷深处，去往靶场的地形由于两侧都是山体，中间没有障碍物，导致这里时常成为风的通道，天气更加复杂多变。而相比较复杂的天气，接下来的实弹射击考核组的临时刁难，更让经纬心里没有底。以前飞长机多，但今天长机是个新进的教员，而我配合他飞僚机。因为长机就是飞自己的航线，而僚机不同，僚机要紧盯他的动作来飞，相对来说变数会多一些。但是现在结合实战的需求，包括训练的要求，我们都是临机打乱的。之前的适应性训练在自己的指挥下，双机协同配合就出现了问题。而现在互换位置，按照队友的口令和动作去完成跃升俯冲攻击，对经纬来讲压力更大。现在超低空进入。收到，现在高度大速度突防，飞机抖动比较厉害，有颠簸，乱流还是比较大，侧奔比较大。在高原遇到大风天气，司空见惯。尽管飞行经验丰富，但眼前比较大的侧风还是让经纬不敢掉以轻心。几年前在大风中的一次飞行险情，至今让经纬心有余悸。带一个学员飞，当天风也挺大的，在实施野外科目的时候，马上要着陆了，可能是遇到风切变了。当时我的直升机就开始原地挡转，转了360度，当时可真把我吓坏了。风切变指的是风向、风速在空中水平和垂直距离上的变化，越接近地面，风切变对飞行的安全压力就越大。因此，低空风切变是国际航空界公认的飞机起飞和着陆阶段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被人们称为无形杀手和航空飞行的恶魔。很紧张，很紧张。当时红灯全亮了，它是边挡转，然后边往下掉，很危险。
处置不及时就容易拍在地上了。说白了，我当时脑子里就一个想法，不会下午就这么掉下去了吧？但是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处置它。在高原飞行遭遇低空风切变，风险系数成倍增加。而对经纬技术和心理考验更为严苛的是，当时直升机距离地面非常近，留给它处置的时间非常短。飞机会打转，你的操纵会变形，包括你的头脑反应啊都会迟钝，所以给你处置的时间就特别的短，也就1-2秒。危急时刻，经纬没有出现慌乱，凭借着对风向的精准判断，迎着风的方向，稳定驾驶感，提高飞行高度，牢牢地控制住了失控的直升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紧张啊，那个脑子里其实是空白的，纯粹就是靠平时的地面准备加演练，产生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也是对我的一个很好的警醒。在这里飞行啊，一定要把气象研究透，把一些预想的东西想到，才能成功的去处置它。和以往一样，尽管这次侧风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险情，但是经纬还是凭借着沉着冷静的心态和过硬的技术，顺利到达了射击地域。姚东，我现在颠簸有点大，队形上可能有点不好保持，高度跳得比较厉害。姚东，我明白。现在更换目标，射击2号目标。姚东6明白，更换目标。复杂气象条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让经纬没想到的是，这次实弹射击考核，临机标定目标，分配打击任务。飞行指挥员突然更换了出发时标定的射击目标。此刻，作为僚机，飞行员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他不仅要时刻观察长机的动作，确保跃升俯冲攻击时双机动作的一致性，还要精准锁定前方的目标。姚东6、姚东5，进入了。姚东6明白，我正在搜索目标。之前关于双机间隔大小和拉起速度快慢的协同问题，在这一刻能迎刃而解吗？拉起。紧盯长机的动作，双机跃升俯冲，经纬表现不错。然而这只是过了第1道坎。由于大运动量后，不仅仅直升机状态很难控制，飞行员身体也承受着一定的压力。难上加难的是，接下来俯冲进行火箭弹攻击，经纬和队友必须使用手动瞄准射击，这对操作要求非常精细。发现目标了，目标已经锁定了。准备，射击！伴随滚滚浓烟，远方的目标被精准命中，这也意味着经纬和队友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双机跃升俯冲攻击的实弹考核任务。直升机战术动作的实弹射击考核还在继续。伴随着惊险刺激的一次次高原出击，飞行员们将继续锤炼全天候、全时域飞行作战能力，确保低空利剑全时待战，随时能战。